大家好，台风过后呢，土壤比较湿黏，整理的速度或效率会差很多啊。这一旁的花椰菜经过简单的动作推植后呢，就全部又直立站好生长啊。不过个人关注的反而是植株一旁的土壤啊，这是大团粒的土壤结构啊。对于高大作物，更可以延缓土壤板结的时间。除了保湿，也可以让土壤更为透气啊。也因为下方水田土壤湿黏为了种植效率，就只能从高处的地方做起啊。这地势比较高的位置，过往其实是菜地啊。垫高土壤的来源，则是下方原先种植水稻的土壤。由于把下方改成菜地后，上方此处也就停止耕作，预留做休闲与狗休息的活动空间了。而需要再动用到这上方的区块，则是因应天气越来越热与土壤过于潮湿的安排。家庭种植呢，要克服高温、黑王就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土壤湿黏的问题却是很大的难题啊。目前的做法就是慢慢增加夏日可以容易种植的空间，而夏日可以种植的空间，通常秋冬也很容易适用啊。也因此，菜地现在就开始规划调整，会比夏日烈日时呢才进行调整会轻松不少啊。这上方的空间地势相对比较高的缘故呢，遇到连续降雨，不但不会积水土壤的湿度也可以降得比较快。但是这位置有个比较大的缺点，当风势往上吹时呢，却会多了上推的力量，因此高大浅根系的作物很容易迎风而倒沟槽挖起的土壤也是因为今年雨水比较多不断往下流失一直没再刨起的土壤不过整地时倒是有点意外这时常踩踏的土壤底下却是疏松的状态。由于水的含量已经有降下来，翻松后土壤马上就可以呈现疏松的颗粒状。这原因大概是很久以前为了快速清理杂草，下方曾经埋入不少的杂草有关现在使用来当菜床挡板的材料是汰换下来的拉帘曾经在搭设狗屋的影片出现过剩余经过裁剪后的再次利用，将此区块挪出一点空间做成菜床小的封闭空间要清理杂草也会比较容易在挡板的外侧则加了一层石头支撑另外菜床内靠下方的土壤则特别增加一点高度，来避免一下雨土壤又往下方滑动。经过一天的曝晒，菜床表面的土壤湿度呢，就明显与下方的土壤有很大的差别。土壤只要有经过翻松，脱水的速度就可以快一点至于这一旁的花椰菜与青花菜，则需要再次检查是否菜叶完整避免因为台风吹袭过后呢，被叶菜蛾给突破了。而这新做好的小菜床呢，表面土壤已经干掉，虽然下层的土壤还有湿度了，但只要很简单就可以翻动，其实就可以开始种了。这位置要播种的是甜油菜心甜油菜心很常见的时间点是在冬天割稻后会撒满稻田，由于可以当绿肥使用，很常见在花海拍照的就是种植油菜花不过因为是家庭种植，如果想要看起来整齐一点或是方便采收呢，也是可以采用调播的方式而现在这时间点进行种植呢，
也有当年菜使用的效果。这也是种植在很容易看到又不用下田就可以采收位置的原因啦。因为可以反复采收的特性呢，延续到过年时，想吃的人就可以自己去割啦，而不用在过年时要摘菜还得找我哈。而这种菜呢，最好吃的是它的茎部啊。当天气变冷后，茎的部位会更容易长出啊，吃起来口感呢可以非常软湿啊，完全没有纤维之外呢，有的人还会觉得它的花很好吃啊，因此这算是蛮特别的菜啊。通常作物开花后就会显老啊，但它却是茎部、叶片跟花都可以吃啊，可以各取所好哈，也可以混在一起煮食啊。接下来欲罢不能的把一旁的种植空间也调整一下，利用砖头围出菜床，并略微垫高啊，应该更可以看懂菜床是不适合踩踏的地方啊。而要进行播种的是蒜花，可当蒜种或大蒜使用。很多人种过大蒜或是蒜头，却没看过蒜花。其中的原因就是这是软梗蒜头开出的花，而软梗蒜头家庭种植通常是提早采收来当大蒜使用，因为提早采收掉就没有机会长成蒜头开出蒜花，而种植蒜头时又习惯使用硬梗的蒜头，硬梗蒜头不会开花，当然也就没有机会会看到蒜花。而蒜花的用途通常是用来种植蒜种，蒜花成熟后会很像是小蒜头啊，有的只会是单瓣没有分瓣啊，有的虽然看得出分瓣，但是却不容易再剥开啊。而这种蒜花是也可以当大蒜使用啊，只是它的茎部会比较细哈。这么明显的位置呢，过年吃剩的就留下当蒜种也可以啊。而这一旁有预留种植青葱的空间，菜床垫高土壤后，可以让葱种植的深一点，这也会保留下来不采收啦。葱蒜比较不耐保存，过年时提供现采现用掉。至于姜后面也有留下老黄姜啊。说到姜呢，才想到得找时间看一下嫩姜的生长状况。最后，为了方便浇水，也为了避免土壤板结，之前种植蒜头用光了完整的稻草才动用到这整袋的碎稻草。实际使用后呢，这碎稻草用来种菜感觉更为方便可以更为分散薄铺在土壤表面之外呢，铺设好之后还很有装饰的效果啦。另外，切碎的效果也可以腐化的更为快速。一直被嫌弃的摆在一旁真的是误会大了。稻子收割时呢，可以再多收几袋对于育苗或是叶菜类作物种植呢，感觉真的蛮好用的。谢谢收看。